吃了。贱人，吃！你给我吃！贱人！我住手！快把他放开！魏阳，你过来。你信谋杀侍郎千金李月婵一案，证据不足，待查候审。苏家已经来人了，你的哥哥们就在门口，赶紧走吧。今天就是放榜的日子了，也不知道状元是哪位才女啊？才女？对啊，你不知道吗？今年可是首届女子恩科，才子才女一同科考，入朝为官。据说啊，今年的状元正是一位才女呢。我看啊，这状元之位肯定是苏家才女苏婉熙，毕竟她的才智雄略可是力压京城才子，巾帼不让须眉啊。在刑部大牢里关了1个月，将你身上那些市井陋习都改正了吗？以后要是再做些污蔑浣溪、影响苏家的事，莫要怪我不再对你留情面。你耳朵是聋了吗？从穷乡僻壤长大的卑贱村妇，就是没有教养。你以为用这种委屈的眼神看着我，就能博得我们的同情吗？浣溪，苏月英，你若再敢揣着你肮脏的心思与浣溪作对，就别怪我不客气。月莹啊，既然进了我们苏家的门，就得把以前在村里农妇那里学来的勾心斗角的手段都忘干净，不然只会让我们看不起你。你知不知道，为了来接你，我们甚至都没有陪浣溪去买胭脂，你难道还不知足吗？别用这种眼神来看着我们！你要不是把户部侍郎的千金李月婵推进了食堂，我们怎么可能会把你送到这刑部大牢里？你难道还不知错？我确实错了，我错在不该救人，不该对你们、对苏家抱有任何希望。不准告诉你爹，下去吧你！事到如今，你还在撒谎说是救人，你自己想想，自你回苏家之后，做了多少难堪之事，偷浣溪发簪，欺辱自家婢女，甚至还差点把浣溪推下楼去，桩桩恶行，罄竹难书。这次，甚至害得户部侍郎千金至今昏迷，事后还要嫁祸给浣溪。看来我们只将你送进大牢关1个月，还是太宠溺你了。宠溺？你们怎么不把这份宠溺让苏婉溪去享受？怎么不送她去做这1个月的大牢？你们知道我这1个月是怎么过的吗？等会儿，你害的，凭什么让浣溪去坐牢啊？李院长阻止我对这食堂的。放屁！就是你推的人，我亲眼所见，你狡辩什么？你本性无知低贱，要不是流着我们老苏的血，我不能对你这么包容。你呢，用这么卑劣的手段争名夺利，无耻至极。你呀，就不配做我们老苏家人。行了，你二哥打你也是为了让你改掉身上的坏习性，是希望你好。起来吧，跟我们回家给浣溪下跪赔个礼，此事便能做吧。家？我哪里还有家？在你们苏家人的眼里，我苏月莹难道不就是一个作恶多端、人面兽心的人家畜生吗？爹娘，不是我把李月婵推下水的，是苏婉溪。你混账！明明是你犯的错，还想嫁祸给浣溪，你全身都湿透了，不是你还能是谁？浣溪一晚上都跟我在一起，你难道还敢诬陷浣溪吗？你反了你！老娘还不撒谎骗人吗？倒是
早早便偷偷出了门。你要是派他坐牢，你就不敢伸手犯错。怎么着？事到如今，你二哥亲眼所见，你还想抵赖？刚刚庭院里还有其他侍女在，咱们可以为我作证。难道我亲眼所见还能有假了？难道我说的话还没有2个低贱的侍女可信吗？你们给我把这个满嘴谎言的贱女给我带走，不刑部大牢让她长教训。三哥，你不会叫我三哥，像你这种坊间人民的畜生不配做媒。来人，带走。姐，我是冤枉的，我真的没有残忍下手。你就是个杀人凶手，你还卖上惨了！你越谈一天不行，你一天一直都是个罪人。对，我是罪人。我最不该的，就是3年前回到苏家，我不该相信，不该把你们当作亲人。你们回吧，从今往后，我与苏家断亲绝缘，再无瓜葛。你以为你用这套说辞威胁我们，我们苏家就会向你低头妥协吗？不可能！今日我们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不要不识抬举，自讨苦吃。行，你最好永远不要再踏进苏家半步。往后你要是再惹出什么事端，不要提我苏家的名号。北辰笑云，我们回家，为婉惜庆祝她夺得状元。走。我往日受的苦，算我还了苏家的生恩。从此我与苏家一刀两断。平翠，哥，妹妹，你不是回到苏家了吗？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哥，对不起，是哥不好，没有保护好你，让你受苦。是我不对，我就不应该回苏家。月莹，你想回苏家，我跟你爹都是支持的，不用担心我们，你就开开心心的去吧。是啊，月莹，你要是在苏家待着不开心，可以随时回来。我老姑虽然隐居山野，但怎么说啊，保护好我女儿一辈子是没问题的。哈哈哈。爷，娘，我去送月莹。去吧。走吧，月莹。月莹，好妹妹，回到苏家，如果过得不开心，或者他们欺负你，你一定要给我来信。不管我在哪儿，一定会赶过去替你出刀。你放心，哥哥永远是你最坚强的靠山。嗯。妹妹，我和爹娘都知道了你被关押进刑部的消息，我们不相信你会是那种心狠手辣的人。苏家这群是非不分的傻子，竟然这般欺辱你，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跟哥回家，顾家永远是你的家。走。没事的，月影，你只是发挥失常，下次科举你一定会中榜。不是的，哥哥。圣旨到。你可是才女苏月影？是。接旨吧。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苏家之女苏月莹，才艺压群，状元之身，天子亲选，钦此。
妹妹，你竟然是陛下钦点的状元。哥，你们培养我多年，我当然也要做出点成绩，报答你们。月影姑娘，今晚戌时，圣上会在国子监为您准备状元宴，尚书大人会亲自主持，届时京城所有的达官显贵都会到场，请您务必参加。那我可以带我的家人一起吗？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妹妹，你且先随公公去，我回家去接爹娘，我们一同前往。好。月英今日金榜题名，是时候亮出身份了，为他出气。苏家，你们等着。恭喜您啊，苏家主！听一位大人说，今年的状元可是一位才女啊，这在我朝可是100年未遇啊！苏家崛起指日可待了！哈哈哈哈！是啊，今日阵仗可都是圣上为苏家苏婉熙小姐一人准备，可见圣上对您苏家的喜爱。我虽对婉熙有信心，但是现在尚未放榜，谁是状元还未可知，二位就莫要捧杀老夫了。如今京城能称得上是才女的，除了令千金苏婉熙，那还能有谁啊？本次的状元啊，非婉熙小姐莫属了。苏家主可别再谦虚了。哪里，谢过各位大人了啊，谢过。各位大人，我虽有雄才大略，能做状元，但在你们面前依旧只是学生。日后若能同朝为官，还望各位大人多多提携婉熙了。婉熙如此谦虚，日后啊必成大业。苏家主，您就等着婉熙带领苏家飞黄腾达吧。多谢二位大人吉言。多谢。苏家主，听说您苏家还有一女，叫做苏月莹，也参加了此次恩科，不知她的成绩如何呀？我姐姐她今年成绩不佳，与朋友小酌几杯后，竟将户部侍郎之女李月婵推进了池塘，害得月婵昏迷至今，已经被押入刑部大牢了。不过我姐姐今日便已经出狱了。哎，大哥，你们方才不是去接姐姐了吗？怎么她没有同你们一起回来吗？我们是去接她。哎呀，接是接了，可那个苏月莹啊，死性不改，还说和我们老苏家断绝关系呢。他这陈村妇习性顽固难除，动不动就用一些肮脏的手段来哗众取宠，估计啊用不了多久就会乖乖来求我。叫我说，咱们谁都别搭理。哎，你们啊都别这么说嘛，好歹月莹也是我的女儿，回头她回来了，让她跪在婉熙门口磕头谢罪便好了。够了，别再提你个逆女，养女村妇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我看就是欠管教，才惹出此等祸事。哎呀，爹，你别生气了，气坏了自己多不好呀！啊，诸位大人，今日我便在此宣布，从此以后，老夫便与苏月莹断绝父女关系，从此内路。老夫只有一个女儿，苏婉熙。还望苏员外说话算数，日后莫要反悔。这身衣服是当年陛下所赐，穿它去参加妹妹的状元宴，应该够用了吧？将军，您乃是陛下亲赐天策上将，即便不披甲胄，也依旧是人中龙凤。好，今日我便要给我妹妹一个惊喜，把我准备的礼物带上，备马赴宴。还望苏员外说话算数，日后莫要反悔。他怎么来国子监？这是要把我们苏家的脸都丢尽吧？站住！苏月莹，可是你自己亲口说的要和我们苏家断绝关系，怎么还恬不知耻的追到这儿？真是一点脸。苏月莹啊，你就是个戴罪之身，你来我妹妹的状元干什么啊？来给苏家人丢人的吗？既然来了，那就让他在这里待着，也好让他认清他和婉熙之间的差距。苏月莹，就算你来参加婉熙的状元宴，也不该穿这身破布。你看你穿的，堂堂苏家之女，怎么穿了个破布衣呀？是啊，这屋子里的人
哪个不是绫罗绸缎、锦绣雕花的？他这未免也太寒酸了。苏月莹，可是这事儿破烂，是诚心给我们来丢人的吗？夫人，我知道他怎么意思，他就是故意穿了一身破烂来博取同情的啊！这种卑劣的手段，很恶心。就是，你用这种手段只会让我们更恶心，更加讨厌你。如果你想让我们对你更好，除了乖乖听话，别无他法。还不赶紧回去换身衣服？还要在这儿丢人现眼多久？首先，我来这状元宴和他苏婉熙一点关系都没有。其次，自从我回到苏家，你们有为我置办过一身像样的美？满口胡言！我们苏家子女每个月都有几百两的利益，你怎么可能没有好衣服穿？还是说，你连自己去买衣服都不会吗？是啊，苏家账房每个月都会给苏家子女拨利益，但可曾分过我1两？新出的胭脂，我肯定给你买。就买那个京城新开的那个。行。大哥，北辰，哎，这你的。向云，大哥，这你的。谢谢大哥。来，婉熙，这是你的。谢谢大哥，这个月给我分这么多，还是哥疼我。你是我妹，哥不疼你疼谁啊？哦，对了，婉熙，听说你这次测验又进步了。我肯定会努力的，绝对不给咱们苏家人丢脸。真不愧是咱们好妹妹。是啊，加油！哥还给你买了你最爱的胭脂。爹，娘，就算我之前分账的时候收获了苏月莹，你们应该也给过她银子了，对不对？按理说，府内每个月都有贴补家用的银子，管家都应该分发下去才对。会长，马车已经备好。好，带上我女儿的礼物，出发状元宴。听到了吧？府内管家每个月都会补贴银两，你来了苏家3年，至少也分得了上万两银两，你怎么可能没有钱去买衣服呢？是吗？那我回到苏家3年，我怎么1两银子都没见？你还在嘴硬？今天管家也跟过来，我现在就将管家叫出来，拆穿你的谎。管家，老婆在。管家，我问你，这3年来，你一共分发苏月莹多少银两？这，回大公子的话，这3年确未分发银子给苏大小姐。6千，你这不可能！府内补贴的银两每个人都有，他最少也分得有上千银两，你为什么没给他？是夫人，夫人说苏大小姐就是一个乡下的野丫头，给她那么多银子，她把握不住，所以才……我是看月莹年纪还小，我给她攒着当嫁妆用。月莹，你不会怪娘吧？不对，我上次查看账单的时候，分明看到每个月都有一笔1000两银子的支出，是不是你私贪了？冤枉呀，大公子！是夫人，夫人说婉熙小姐要用最好的胭脂，所以每个月都花1000两银子给婉熙小姐买胭脂。不是，那个是这样的，月莹，你和婉熙她不一样。婉熙她从小娇生惯养，吃不了苦；你从小在乡野长大，吃惯了苦，现在即使再吃一点也没什么的吧？你要理解娘。够了，你们别再假惺惺的了，少给我摆什么大家长的谱。你们配当父母吗？你们有尽过一天义务吗？自从我回到苏家，你们什么都不问，你们有关心过我吗？你们只知道你们心中想要的女儿是苏婉熙这个样子，而不是我这种乡野出身的野丫头。参见王爷，参加我女儿的状元宴。是。够了，苏月莹，你不要上纲上线。就算你没有拿到银两，你不会要吗？你张嘴是干什么用的？就是，我要了。我当初为了学业，想要笔墨纸砚，就10两银子，你们给了吗？来，婉熙，这个月你就要入学国子监了，哥哥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1万两。这是二哥的
来，妹妹，这是3个的。哎，我和你娘也有。爹娘是5万。谢谢爹娘，还有3位哥哥。爹娘，我的笔墨用完了，能不能给我10两银子？不，苏月，你看见我们给婉熙银票，结果你也想，还编出这种下三滥的，你就不能跟婉熙好好学学？说你啊，一天到晚就知道要银子，要银子，要银子，你连婉熙一根手指都比不上。从乡野回来的穷酸丫头就上台面，赶紧滚！要钱也不挑个好时候，没看见我们正在给婉熙庆祝，害羞东西了。我不是。哭！一天到晚就知道哭，还给我出去哭，扫兴的不行。不对呀，就算你没有拿过苏家1两银子，那你这些年吃什么喝什么？这3年，我几乎每日都会去浣衣局洗衣服，不然我根本没有钱请父子讲课，更是早就饿死在了外面。你说的话还真是漏洞百出啊！世人皆知，这国子监内多是身份尊贵的官家子弟，无偿提供优渥食住。你在国子监上课，根本不需要去打工赚钱。国子监？什么国子监？难道爹娘没有让你去国子监上课？还需多久？魏将军，今天是元宵节，所有的百姓都出来了，大概还需要半炷的时间左右。让侍卫开路，一盏茶的时间必须抵达国子监状元宴。是，将军。统统让开，让开！我记得当时这件事情让你娘去办了。我是因为当时科考在即，月莹要是进了国子监，那会影响婉熙的学业的。再说了，国子监里面都是世家大族公子小姐，她一个乡下长大的野丫头，目不识丁，大字不识一个的，哪能跟得上国子监的学业呀？月莹，娘也是为你好。为我好？恐怕娘亲连我在哪儿上课都不知道吧？我记得你经常去一个叫田家村的地方。没错，我上的就是田家村的私塾，因为我打杂赚的钱只够付乡下私塾的费用。田家村的私塾，距离城内至少有10几里，难道说你每天都要往返30里去乡下上课？你说的对，我就是每日往返30里去上课，所以我才会每日寅时出，亥时归。天哪，那田家村我知道啊，就是坐马车也得1、2个时辰呐，每天去这么远的地方上课，那别说参加科举了，就是能学完4书，读完5经也不容易啊。苏员外，你对大女儿的确有些苛刻。的确啊，这么大的人怎么能……对呀，怎么能这样？诸位，这件事情的确是我们夫妻疏忽了。可是苏月莹，但凡你早点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就算不能让你上国子监，最起码也能让你在京城的学堂内上课吧？没错，父亲说的特别对。我原本以为苏月莹也就是个目不识丁，结果怎么着，父亲他是没长嘴。我说了不止1次，可你们却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有个私塾念就不错了，还说我挑3拣4。婉熙这孩子天资聪慧，乃是国子监1等1的才女，他日科举大考夺得状元之位，指日可待啊！是吗？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还得是我们家婉熙呀！不愧是我妹妹，就连国子监的大学士都亲自上门夸奖。多亏了大学士，还有爹娘哥哥们的教导，婉熙不敢自称才女。爹娘，我上私塾的地方有点远，可不可以？够了，没看见大学士还在这儿吗？丢人现东西！大学士，实在是抱歉，我这丫头自幼在乡下长大，不通文墨，见笑。行啊，你终究是一个乡野丫头，读什么书识什么字？你以为你和我们婉熙一样？就是啊，我们家婉熙是京城有名的才女，你呢？在哪儿读不是读，在哪儿念不是念呢？真是。哥哥们，你们也别这么说，他的父母也就是个乡下村夫，恐怕连字都不识了。是啊，我们家婉熙说的对，月莹
他能参加科举，已经是勇气可嘉了，哪能都像我们家婉熙一样啊？还未放榜，你们怎么就知道他苏婉熙能考上状元，而我苏月莹考不上呢？月莹啊，难道你不知道今年科举前10名的成绩是不公布的吗？而我们家婉熙的成绩便未公布。且据一位大人所说，今年状元是一位苏姓女子，除了我们家婉熙还能有谁？难不成是你？你单单才学浅薄也就算了，可还将侍郎千金推下水里，险些丧命，差点害得我们整个苏家都有牢狱之灾。苏景让我告诉你，论才学，我远胜过苏婉熙；论人品，侍郎千金落水更是跟我毫无关系。行了，你一个乡野出生的贱货，也配和婉熙相提并论？我们婉熙自幼便是才女，而你呢，只不过是一个才学浅薄的村姑。没错啊，你就是一个村姑啊！我们家婉熙呢，那是京城有名的才女，你俩比呀，可笑至极。到底是谁可笑？你们一会儿便知。地下圣恩即将开榜，各位大人员外承圣上圣恩，即刻开榜。承圣上圣恩，即刻开榜。圣上隆恩，特设此宴，现在开始。诸位，请就坐。各位大人，科举才子们，想必大家都已经听闻，本次科举的状元乃是京城才女，盖压群雄，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下面就请京城才女苏家千金上台。恭喜恭喜啊！大家同喜，大家同喜！不愧是我的女儿，爹果然没有看错你。是啊，没想到连陛下也如此重视，更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评价。看来我们家女儿是要飞黄腾达了呀！真是我的好妹妹啊！那苏月莹要是有你的1/10，嘿，那都成烧了高香。一个是我们苏家的骄傲，一个是苏家的耻辱，云泥之别，怎么能相提并论？妹妹，赶快上座，尚书大人在等。诸位大人，科举学子，我婉熙之所以能高中状元，离不开爹和娘的教导，还有各位大学士们的悉心培养。日后我若入朝为官，定能守法为民，呵护百姓，效忠陛下，定不会辜负陛下隆恩。我日后等一下，你说你叫什么？回尚书大人，这是我的千金，苏婉熙。放肆！苏婉熙是谁？科举状元姓苏不假，可却不叫这个名字。不是苏婉熙啊，尚书大人，您是不是弄错了？整个京城姓苏的第一才女，也只有我家苏婉熙啊。你是在质疑本官？皇榜在此，睁开眼睛自己看。苏月莹，苏月莹，状元是苏月莹。不错，本次科举状元正是苏月莹，圣上还特批词匾。巾帼不让须眉。苏月莹竟然是当朝女状元，这怎么可能？对，不可能是她是女状元呀！尚书大人，苏月莹我知道她无才无德，她不可能高中状元。对，弄错了，一定是弄错了。尚书大人，她就是一个在乡下上私塾的野丫头，她怎么可能高中状元呢？你是在质疑本尚书？皇榜上写的清清楚楚，状元就是苏月莹，而你苏婉熙，区区第10，不是探花，也不是榜眼，竟敢质疑状元。苏月莹的文章乃是圣上亲自检阅，亲言
小小年纪竟对国策有如此见解，实属难得。且听闻他出生于乡野私塾，便言要收他入门，亲自教导，这岂能有假？天子门生，苏月莹要被收做天子门生，原来苏月莹才是真正的才女啊！自家的大女儿这般争气，竟然如此偏向二女儿，真是过分。不对，苏月莹，你是不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你是不是科考作弊？官府要是查出来你科考作弊，到时候整个苏家都会被你牵连，你还不快坦白从宽？放肆！本次科举乃是圣上亲自监考，你是在质疑圣上？你有几个脑袋啊？还不如人也就罢了，没想到品性竟然如此不端。若你继续如此，别怪本尚书对你们苏家不客气。尚书大人息怒，尚书大人息怒。只不过这苏月莹高中状元之事，实在是有些太过于意外了。好了爹，反正月莹也是咱们苏家人，这也是咱们苏家的状元，您高兴才是啊！对，对呀，这也是咱们苏家的状元呢。哈哈哈！月莹，你可算给咱们苏家长脸了！哈哈哈！下面有请苏月莹上台为天下学子致辞。排不下去。月莹，你现在出息了，娘真心替你高兴啊！婉惜每个月有剩下的银子，娘一定会亲自交到你手上。还有婉惜她不穿的衣服，你也都可以拿去，都是上好的绸缎呢。不必了，他的东西我嫌脏。够了，娘给你的已经够多了，你太不识抬举了。苏公子、苏夫人，你们苏家的东西我不稀罕。苏小姐漏居于乡野私塾，能考上状元，还被圣上收做门徒，老朽佩服，就此先行祝贺了。尚书大人言重了，月莹之才皆仰仗皇恩，若日后能在朝为官，定为陛下分忧，不负皇恩浩荡。如此年纪竟然有这般才情，想来必是门风肃然，这背后少不了令尊和令堂的细心培养。此次高中定是令尊荣光了。下面有请苏月莹致辞。各位学子大人，月莹有礼了。小女不才，幸得陛下赏识，高中状元，月莹能有今日，皆归功于养父顾戍边一家。顾家养我10余载，虽居乡野郊外，家中拮据，可养父却10年如一日的培育月莹学识，养母更是每日礼教。养父养母一家出身低微，可能这辈子都来不了这国子监。但月莹今日想对他们说，月莹绝不会忘其恩情。养父虽出身平民，却常常告诫小女，当学以治天下，忧国患，分君忧。月莹今日便以此致辞，望诸位学子共勉。好，才德兼备，望养育之恩，真不愧为天子门生啊！不仅是个才女，更是个孝女啊！苏月莹，我们可是你的亲生父，你的亲人，你谢你的养父养母都不谢我们，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苏员外，我敢问，我如今高中和你们苏家有何关系？你可曾有过一日对我悉心教诲？苏月莹，你可别忘了，你身上流的可是我苏家人的血脉。若非我苏家世代书香门第，你怎么可能高中状？你再好好想想，当初可是我们把你从你养父养母的那个穷酸的破茅草屋子里接出来的。可你呢，一回来就偷家里的东西，长方常常失窃，连侍郎的千金之女都敢推下池塘。没错，是我们把你送入了大牢，可并没有把你置于死地啊！你竟然还不知感激！是你们把我接回来的，可不也是你们把我弄丢的吗？当年我在乡下行将饿死之时，是顾家收留了我，还有
侍郎千金不是我推的，你们只听苏婉熙的一面之词，你们根本不配为人父母。苏月莹，赦免你不进入此牢，你还不知感激。既然如此，你这样的妹妹，不要也罢。这个妹妹你们不要，我顾慎行要。这妹妹你们不要，我顾慎行要。天策上将顾振行，他也是苏月莹的哥哥。罢了，这趟浑水，本官还是不掺和了。放肆！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敢跟我苏家？混账东西！你怎么打人呢？这个小姐竟敢打我们苏家人！张哥，我打的就是你们苏家！你敢打我苏家人，你怎么？哥，妹妹，你受委屈了，你受的这些委屈，可替你百倍讨回来。月莹是你们的亲生女儿，你们却将她送进大牢，饱受欺辱。如今月莹高中状元，你们当为亲生父母，不说加以疼爱，却还百般欺辱，你们不配当人父母。当初你们将月莹从我顾家接走，我以为会让她过上好日子，弥补她。可是你们都干了些什么？3年来没给月莹1两银子，甚至让她去偏远的乡野私塾就读，连一身像样的衣服都没给置办。我这几巴掌就是要告诉你们，月莹不是你们随意侵入的，她的背后还有我这个哥哥，她的背后还有我这个哥哥。这苏员外一家真是不像话，都是女孩啊，她穿的绫罗绸缎的，而她穿的跟个乞丐一样。是状元之子，天子门生，他们竟不管不顾，让他去乡下的私塾上学，吃不饱穿不暖，实在是不该，哪有半点当爹娘的样子？分明苏月莹才是亲生女儿，那个苏婉熙就是一个养女，他们竟然本末倒置，一碗水都端不平，可真是瞎了眼了。这都是什么人？哼，你们懂什么？我们苏家管教苏月莹严了一些，是为了能让她有教养，好让她改掉身上的乡野陋习罢了。对，苏月莹啊，他罪大恶极呀，是吧？他刚来我们苏家上床就失窃，然后他欺负婉熙，还把侍郎的女儿推下水，他罪不可恕。你放屁！月莹自幼知书达理，毫无恶行。我们苏家给月莹所列一罪行，可有半点证据？你们苏家调查过，还是官府调查过？别放屁！婉熙亲眼看见的调查什么？这家丑不可外扬。也就是说，仅凭苏婉熙一面之词，都是妹妹。你们不相信月莹说的话，却相信苏婉熙说的话，你们不配当他的哥哥，你们不配当他的哥哥。如你所说，我们或许是有忽视月莹的地方，可月莹的的确确是我们苏家的人，身上流的是我们苏家的血，我们一直在用我们的方式去呵护她，爱护她，呵护她。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月莹穿的比乞丐又强多少？你们一个一个锦衣玉饰，绫罗绸缎，我的妹妹却吃不饱穿不暖。你们整日里大手大脚花钱，每日有上万两的银钱，月莹却要去浣衣局做苦力来求生，最后仅凭苏婉熙一面之词，便陷害月莹，谋害侍郎千金。就这还谈什么呵护？好了，哥哥，别再同他们多说了。反正在他们眼中，你根本没有我这个女儿和这个妹妹。不，月莹，你心地善良，顾及血脉亲情，但我这个当哥哥的看不下去，他们对你的欺辱，我要全部拿回来。你充其量是个外人吧？啊，这是我们老苏家的家里事，与你何干呢？与我何干？月莹是我的妹妹，你说与我何干？你们胆敢这样欺负她，我便要为她出头。出头？你算什么东西？为她？陆三，少云哥哥，苏月莹，少云哥哥也是你的亲哥哥，你就这么看着他挨打？你眼里还有3位哥哥吗？还有我们这些亲人吗？哥哥，亲人，你们可曾有一日把我当过亲人？我苏月莹此生此世，
只认顾家，我也只有顾慎行这一个哥哥。苏月莹，你混账！你姓苏，他姓顾，你们之间没有半点血缘关系，你认个外人都不认我苏家，你还有点礼义廉耻吗？10多年前我被你们弄丢，差点饿死冻死的时候，是顾家救了我。这10几年内，虽算不上锦衣玉食，但我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养父养母更是视我为己出。反倒是回到了苏家，苏家号称名门贵族，可我却没有感受过一日温暖，我也没有过一天舒心的日子。苏员外，你自己说，我该认谁？好妹妹，跟哥回顾家，你放心，哥保证以后不让你受丁点委屈。我们走。站着！狗心狗肺的东西，连你的亲生父母都不认了吗？没错，我苏月莹从今日开始，同苏家再无半点关系。苏月莹，你闹够了没有？你还要在这儿演欲擒故纵的戏码吗？你不就是想要得到我们苏家的重视吗？你现在已经做到了，难道还不满意吗？没错，你那点见不人的心机啊，那小伎俩就别闹下去了啊！现在跪下给父亲磕头一个错，不然的话，父亲把你赶出苏家，嗨，你就死定了。反正在你们眼中，我不过是一个乡下见不得人的野丫头。你们有苏婉熙这一个女儿就够了，我这个女儿，苏家不要也罢。哎呀，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记恨着婉熙，记恨着娘。但是娘答应你，只要你以后乖乖听话，娘一定会好好对你的。你今天就不要在这里闹了，今天把大家弄得多尴尬。算了吧，苏夫人，您的好，月莹承受不起。苏月莹，我劝你最好考虑清楚，我苏家乃是京城贵族，你若真脱离了我苏家，就算你是当今的状元，我苏家也照样能让你在京城寸步难行。真若是脱离了我苏家，你以为朝廷那点俸禄就能让你过上什么好日子？你初入朝堂，根基未稳，若无我苏家为你钱财铺路，你就等着在朝堂上被人打压吧。钱财铺路？你们连月莹去私塾就读1分银子都不出，还谈什么钱财铺路？我要没猜错的话，月莹今日高中状元，你们苏家怕是连1分薄礼都没准备。你们苏家怕是连1分薄礼都没准备。哎，谁说我们没准备？我们有准备，我们早就有准备。这个是王城东街的一套豪宅，我特意买下来送给月莹的。没错，这儿王城郊外这个庭院就是你亲。还有我，这是给月莹买的上等的羊脂玉。口口声声说是给月莹准备的状元礼，那这地契上为什么写的是苏婉熙的名字？不是这。你们给苏婉熙这个连科举前3甲都进不了的养女这么多礼物，却不给月莹这个当朝第1女状元哪怕1分1毫，还说什么钱财铺路，还谈什么呵护？不是，你听我解释啊，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乡下丫头她能高举状元啊？我们回头给你把厚礼补上。那个婉熙她有一套贤妻的旧宅子，还挺大的，明天你就搬过去啊？怎么样？对，只要你今天当着众人的面给为父下跪道歉，我回头便将那个老宅子给你。虽然是破了点旧了点下雨天可能还有些漏的，那毕竟是婉熙之前住过的，总比你之前在顾家住的那个茅草屋子强。对，没错，父亲说的对。月莹啊，那咱们该说不说还是一家人，对吧？你这样，你跪地给父亲磕几个头，父亲原谅你了。那个破宅子你就拿去住，好吧？你们给这个落榜的养女准备了府邸，给我这个当朝女状元，你们的亲生女儿准备了一套下雨会漏水的破房子，还要我下跪认错。你们这样的人，狗都不认。月爷，你听娘跟你解释，婉熙她科举落榜，如果我们再给你准备那么多厚礼，她会不高兴的。你也得体谅我们。对一个养女百般呵护，对自己的女儿却万般嫌弃，好一个娘亲呐！够了，不就是中个状元吗？为个什么呀？一个乡下的丫头能住上城里的老房子，这已经是我苏家的恩德了，难不成还想狮子大开口吗？这位兄台，你口口声声的说要呵护你的妹，
你又准备了什么东西啊？难不成是空手来的？完了还有在我苏家面前大放厥词，简直是丢人现眼。哎，我既来此，自然是为月营准备了状元礼。来人，献礼！来人，献礼！顾家无礼，为苏小姐贺。一礼，京都长安城店面使；二礼，南海夜明珠一个；三礼，西蛮国玉如意；四礼，西域蚕丝；五礼，楼兰琉璃盏。顾家无礼，贺苏小姐高中状元，祝苏小姐日后平步青云。天哪，这顾家是什么来头啊？竟然送这些东西啊！这样一比，苏家送的那些贺礼，未免也太寒酸了些，根本上不得台面呀。是啊，给苏婉熙那些东西跟这些东西一比，简直就是破烂儿。那顾家公子到底是什么来头？这些东西就连一般的京城士族都拿不出来吧？这些东西啊，怕是要把苏家卖了也买不起。看来这苏月莹真是有个好哥哥呀。妹妹，今晚哥哥来得仓促，没来得及准备更好的。你放心，哥哥日后一定会补偿你。这个时辰，爹娘应该也快到了，他们一准也会给你准备礼物。哥，我不能收这些。好妹妹，你权且收下，日后哥哥给你的会比这好千倍好万倍，全当哥哥这3年给你的补偿。这3年都怪哥哥，让你在苏家受苦吧。没有哥，这不怪你，都怪我。3年前自以为是的念及身上的这点亲情，不过我现在看清了，从今往后我只认顾家，我苏月莹同苏家一刀两断，再无瓜葛。真是一出好戏码呀！你们俩要不去戏班子唱戏，都可惜了。唱戏？唱什么戏啊？婉熙，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娘，咱们苏家人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个苏月莹的养父母就是乡下务农的民工，那顾慎行也就是个将军府打杂的下人罢了。这样的寒门，连给咱们苏家提鞋都不配。没想到本将军便装出入将军府，竟被苏家人当成了打杂的下人。父王隐居乡野，竟被人说成是民工。顾家这样的寒门贱户，连吃饭都是问题，哪来的这些金银珠宝、绫罗绸缎？所以啊，这些全都是假的。我想起来了，当初咱们接苏月莹回家的时候，她的养父就在劈柴。原来你的养父是个下贱的民工啊！还得是我妹提前做了调查，不然还让你们装起来。你们一个下贱民工，一个将军府的下人，怎么会有如此宝物啊？就算你们劈柴卖钱100年，也买不起这样的宝物。一个将军府打杂的贱民，竟然拿出这么一堆东西出来装，还说什么5重状元礼平步青云。苏月莹，我真替你感到丢人。原来这个养父就是一个劈柴的农夫啊！哎呀，真是丢死人了。是，为何要打肿脸充胖子？妹妹，我这些都是真的，这都是我。没事的，哥哥，只要是你送的，不论真假，对我来说都是最珍贵的。是啊，养父养女一家自幼乡下务农，哪里来的银两买礼物？可就算是假的，也是哥哥费尽心思弄来的，也比苏家那些东西珍贵万倍。哎呦，我的村姑姐姐，还在这说这些丢人的话，我都替你害臊了。苏月莹，你既然为了得到苏家的重视，又用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伎俩，还真是屡教不改呀。为了得到苏家的重视，又用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伎俩，还真是屡教不改呀。我说过了，你们苏家的关注我不稀罕。既然不稀罕，那你还演这一出戏码干嘛？不就是想让我们重视你、关爱你吗？个口是心非的东西。不过为父也并非是铁石心肠，只要你今天下跪求得婉熙的原谅，说不定我可以看在你是状元的面子上，让你重回我苏家，甚至连那个老屋子也可以给你。要不然便给我滚出苏家。如你所愿，从今以后，我苏月莹绝不会踏入苏家一步。这是盖有官府印章的断绝书，只要你签字画押，从今以后，我与你苏家
再无半点关系。你放肆！你以为你高中的状元就可以跟我苏家这么说话了吗？你以为这样就能逼迫我苏家就范，就能从我苏家的身上得到更多的好处？你做梦！想冠军是吧？好，我让你后悔一辈子！我让你后悔一辈子！我要让你后悔终生！爹，月莹胡闹也就算，你也不跟着胡闹啊！他就是想得到我们苏家更多的关注，绝对不会断绝关系的。爹，回头让他认个错也就算了，您消消气。对，老爷，您消消气。月莹终究还是我们的女儿，家门不幸是我没有好好管教，回头让她在祠堂跪上3天3夜，磕头谢罪。我怀疑你们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一个比一个自以为是。这断绝书你不签也罢，反正从今往后，我苏月莹投你们苏家，再无半点瓜葛，苏家我也不认。月莹啊，你别不识好歹，我给你一个台阶，你就赶紧下。你现在赶紧下跪，给爹和惋惜道歉还来得及。若真得罪了苏家，就算你是当朝状元，若苏家发难，那想必你今后的路也必将寸步难行。你苏家算什么东西，也敢为难我妹妹？你苏家算什么东西，也敢为难我妹妹？事到如今，你还要陪月莹在演戏吗？这都什么时候了，你看不清楚她现在什么样的处境吗？面子就真的这么重要吗？我们苏家在京都拥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苏家的产业遍布整个京都。月莹今后想要在官场上走得更远，就必须依靠苏家。苏家在我面前一文不值，往后月莹的路自有我顾慎行来铺。月莹离开你们苏家，也绝不会后悔。你一个将军府打杂的下人，有什么资格说这样的话？你以为你是将军吗？你是个什么东西？就算在将军府，我们苏家也是贵客，就连大将军也给我们苏家3分薄面。你不过就是个将军府的下人，你信不信本公子一句话就让你滚出将军府？大将军可不记得有你们这些贵客，你们没资格让我滚出将军府。倒是我，一句话便可以查封你们苏家在京城内的所有店铺。好，既然你这么愿意演，那我就给你个继续演下去的机会。你倒是让我苏家看看，你一个打杂的下人是如何查封我苏家的。管家，马上派人立刻查封苏家在皇城内的所有店铺。是。立刻查封苏家在皇城内的所有店铺。这太笑了。哥。妹妹，我是不是做的有点过分了？毕竟他们是你的血亲，我可以叫他们再回来的。不是的，哥，他们从今往后不再是我的亲人，从今以后我只认顾家。月莹啊，你傻呀！你要这么说的话，让你这位哥哥的戏还怎么演啊？若你想要获得我们苏家更多的关注、更多的爱，就得听我们苏家的话，不要在这儿演戏。我们几个和爹在京都商场混迹数10年，什么样的伎俩没见过？你这点小把戏能唬住谁呀？你别再自欺欺人了，最后只会落得一个难堪的下场。月莹姐姐，我知道你是因为爹娘给了我太多宠爱，所以你才不开心的。要不然我还是走吧，但只求你以后千万别再惹爹娘生气了。爹娘年纪都大了，身体也不好，我现在就走。惋惜，你不能离开苏家，你是娘一手带大的，娘心里只有你最重要。无论如何，娘都不会让你走。可我只是一个养女，月莹姐姐才是亲生女儿，我不想看到月莹姐姐这么不开心。哎呦，这才是我的好女儿，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你再看看你，啊，就知道争宠，就知道玩伎俩，你身上哪里还有我苏家儿女的样子？我这个老脸都被你给我丢尽了。苏员外，
苏员外，虽然你没签这断绝书，可在我心中，我苏月莹早就不再是你的家人了，我也不再是你苏家儿女。苏月莹，你个混账东西！既然如此，那你就别后悔。要是在朝堂上混不下去的时候，那就别舔着脸踏进我苏家的大门。苏员外，请放心，就算我苏月莹今后沦为阶下囚，被发配宁古塔，我也绝不会踏入苏家一步，也不会再求你苏员外一句。好，有骨气，我倒要看看，若无我苏家帮忙，你今后在京城的朝堂上还能走多远？爹，你可千万别这么说，顾家可是大人物，说不准一句话就把我们苏家的店铺全都给查封了，可不该这么说月莹姐姐呀！真是，说不准哪一天我们还要求得姐姐对咱们网开一面呢。他们的鬼话，骗鬼去吧！我苏家乃是皇商，就算是官府也不能查封我苏家的产业。他算个什么东西？一个将军府的下人。他算个什么东西？一个将军府的下人。别着急，我很快就满足你。还在装，还在装！我倒是想要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若待会儿什么都没发生，可别怪我们叫人将你赶出国子监。哥，放心吧，妹妹。苏小姐，我们劝您还是和您父亲道个歉吧。是啊，苏小姐，到时候苏家要真叫人把你们请出国子监，岂不是很难堪啊？你这个哥哥也是，他就是一个下人，装什么装？他这样是害你呀。月莹姐姐，这次你可是真的惹爹生气了，妹妹这次可不能再帮你说话了。好了，爹，别跟他们废话。要我说，这就叫人把他们赶出去。来人！李三，再快点，绝不能耽搁了我女儿的状元宴。是，王爷。驾！来人！你不是说要查封我们苏家，怎么这么晚了？连个消息都没有。少爷，天色已晚，再加上路途遥远，那边恐怕来不及了。无妨，有我在，他们伤不了岳勇。岳勇，别害怕。放肆！这里可是国子监，你们竟然敢公然动武，你们是想死吗？说到底，这也算是我苏家的家事，想必陛下来了也不会说什么。小子，事到如今还在逞强，今天我就教训教训。还有你，苏月莹。月莹，别怕，有哥在。给我上！苏月莹，你就是乡下来的一个贱货，今天我就要教训教训你。妹妹，住手！我看谁敢动我的女儿！住手！我看谁敢动我的女儿！父王，看这些人的穿着，肯定是禁军吧？难不成是皇室中人？不会是因为那个苏月莹吧？我虽是京都权贵，却从未来过国子监，的确不认识这位大人啊！放肆！我乃京城苏家，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就是，你们到底什么人呢？你个庶子，居然敢伤我女儿！全都给我压下去！压下去！丽阳，没事吧？妹妹，爹，是我不好，我没有保护好妹妹。我没事儿，姐。月阳，都怪爹来晚了，差点害了你。姐，不怪你，要怪就怪苏家心狠手辣，苏家就是一群畜生。苏家这群混蛋竟然敢伤你，我现在就让他们好看。不要姐，我只是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他们了。虽然不知道爹花了多少银子打通关系进的国子监，可爹毕竟是普通人，还是不要得罪苏家的好，免得日后被报复。不行，妹妹，罢了，既然月莹想这样，就依了月莹吧，就当是还了这最后一点血脉亲情。
谢谢爹，谢谢哥哥。咱们家本来就贫苦，这次你们更是为了我破费了。咱们家本来就贫苦，这次你们更是为了我破费了。走吧，走，咱们回家。月莹，哎呀，宝贝乖女儿，你没事吧？啊，娘，我没事儿。不过您怎么也来这国子监了？这国子监有什么来不得的？你娘我年轻的时候，别说国子监了，就连皇宫大内我也当是后花园。月影啊，你现在也长大了，是时候告诉你我们的真实身份。真实身份？妹妹，父亲是当朝的摄政王，就是皇上的亲弟弟。母亲是皇城商会的会长，总管皇城商要。而你的哥哥我是天策上将军，当朝一品。摄政王，会长，大将军。可咱们家从小就住在那个茅草屋，怎么会？本王爷厌倦了朝堂纷争，所以甘愿隐居乡下，做一个在野王爷。至于没有早些告诉你，是因为你当时还小，怕影响了你的心性。是月莹，你可千万别怪你爹。你爹他知道你心系天下百姓，想要入朝为官，这不是特意去求了陛下，开办了这第1届的女子科举。是吗？谢谢爹。好了，谁让你是爹的乖女儿呢？娘。回家。下官拜见王爷、顾将军、刘会长。袁尚书勿需多礼。苏小姐，先前不知道您是王爷的千金，失礼了。尚书大人言重了。袁尚书，等我月莹进入朝堂之后，还望你多多照顾啊。王爷抬举了，令千金是圣上钦点的状元，哪轮得到下官来照顾呀？这到时候想必是众星捧月呀！啊，对了，月莹，今日晚了些，明日爹送你一份大礼。月莹，娘也有。谢谢爹，谢谢娘。等等，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可是苏家人，皇朝商会的人，姓顾的给你们多少银两啊？我出双倍。我出双倍，老实点。爹，你没事吧？他们到底花了多少银子，竟然能进入国子监？还敢这么对咱们？老爷，刚才那群人进来的时候，我好像隐约听到说什么王爷，哎呀，不会是皇室中人吧？他们不会真的大有来头吧？绝不可能。苏月莹若是有那般背景，那人要是真的什么王爷，刚刚咱们岂能活命？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嘛？急死我了！回家之后再做调查。若是苏月莹真用了什么见不得人手段来对付咱们苏家，我定让她好看。月莹啊，这是为父给你买的一处新府邸，全当是状元礼了。你看看，还喜欢吗？爹，这也太贵重了。月莹，这可是你爹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下吧。是啊，月莹，这座府邸是整个京都最好的宅院，只有当朝王爷才有资格居住。现在就送你了。爹，月莹啊，这3年来让你受委屈了。当初爹要是知道你在苏家受那么多罪，那苏家来接人的时候，为父是万万不会放人的。现在这就全当爹的一点补偿吧。
不，我不委屈。有爹爹站在我身后，我一点也不委屈。好了，咱们不说这个了。娘陪你四处转转，你要是不喜欢这个宅子呀，娘再送你个新的。来，不。月莹，娘，怎么样？你爹送你的礼物喜欢吗？喜欢，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府邸。谢谢爹。那现在就轮到娘送你礼物了。来人，上礼。来人，上礼。娘作为皇城商会的会长，别的没有，就是这金银珠宝呀，有的是。这50万两黄金，还有价值100万两的珠宝，都是娘送给你的。是啊，月莹，这些年你跟我们生活在乡下，这些金银珠宝就算补偿你这些年的穷苦吧。我一点也不穷苦，在乡下住的这10几年，是月莹这辈子最开心的日子。如果能和你们在一起，我就算住一辈子乡下也愿意。真是苍天有眼，让老夫我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月莹啊，娘还有一份大礼。还有这个呀，是代表皇城商会继承人的玉佩，只此玉佩，以后你便可继承商会的一切财富。月莹，只此玉佩可以掌管整个京都商会，自此便会有无穷无尽的财富，即便是国库也不过如此。娘，这个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月莹，你一定要收下，这不单单是你的状元礼，也是我跟你爹对你的补偿。每次我跟你爹想起你在苏家受的那些苦，你每天要走几10里去求学，甚至连饭都吃不饱，我跟你爹这心里就像刀剜一样。娘，是啊，你如果不收下的话，我和你娘心里实在是难受。再者说了，你可是我们的女儿，这些东西我们老了又带不走，早晚是要给你的吧。妹妹，你就收下吧，这是爹娘他俩的一片苦心。再说了，日后你在朝堂上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你就收下。那我就收下了，我一定会好好打理皇城商会，不辜负爹娘。这就对了嘛。对了，月莹，你就打算这么轻易放过苏家？要不要哥派兵现在把他们苏家给围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你心软，我是不可能这么轻易解封他们的商会的。哥，我不想再和他们有任何关系了，也不想什么复仇，我只想官府能尽快查清真相，还我一个清白，证明我不是推李月禅下水的凶手。不就是查案吗？这还不简单吗？现在朝中大理寺卿狄公乃是本王的门客，让他去办就可以了。你就放心吧，宝贝女儿，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好。蛋！没想到那个顾慎行说的是真的，还真将咱们苏家商会给查封了。那个顾家不会真的是什么大人物吧？那万一……那姓顾的真有点手段，这把咱那些商会都查封了，咱吃啥喝啥呀？咱老苏家不会破产吧？好了，一点性子都耐不住，现在急也没什么用了。婉熙不是说她有办法吗？现在就只能等到婉熙回来。爹娘，钱将军，钱将军，快请坐。啊，婉熙，快给钱将军上茶。爹娘，咱们苏家的店铺都被解封了，多亏了钱通哥。嘿，哎呀，太好了，多亏了钱将军。伯父言重了，想必是那苏月莹用银两买通了府衙，本将军只要在府衙随口那么一说，便会给面子。为了惋惜，猴子不吃。哎呦，还得是我钱哥呀！啊，不愧是将军府的副将军。钱哥，你走到京都，谁敢不给你3分薄面呢？
您能看上我们家的小妹妹，那是我们老苏家的荣幸。哦，对了，爹，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儿，他们顾家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他们呀都是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今天早上我特意去乡下调查的，我走访了他的邻居，结果你猜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呀，顾家以乡下劈柴为生，连鸡蛋都吃不起，时常还要去他们家蹭饭吃，根本就不可能是什么大人。鸡蛋吃不起，还去别人家蹭饭吃，这家人也太可怜了点吧？可是，他们之前能进国子监又是怎么回事？还有他们之前带的那些打手，看着可不像乡下的樵夫啊。这还不简单？朝中大多都是贪官污吏，要我说，8成就是他们倾家荡产买通了国子监的门吏，又去劳动市场雇佣了几个劳工充牌面，都是些见不得人的伎俩。混账东西，就知道用些见不得人的手段，竟然为了对付我苏家，宁可倾家荡产去雇几个民工，这简直是在找死！敢和我们苏家作对，我要置他于死地！爹，我马上就派人查封他们苏家，我要将他们赶出京城。对，把他们赶出京城，不就是个状元吗？咱们苏家未来的女婿，那可是将军府的顾家。爹，我马上就去办。老三，爹，我看要不还是算了吧，毕竟月英这么做也只是想引起咱们注意而已。算了，门儿都没有，竟然用这种低劣的手段对付咱们苏家。要是不给他点教训，他还不知道他爹我在京城的能量。再说了，现在已经断绝关系了，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爹，您先消消气。其实月英做这些，也是想让咱们苏家多关注他一些。他就是想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要不然他为什么这么拼命去求学考取状元呢？他并没有真的想和咱们苏家闹掰，他想来也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状元，无法同咱们苏家抗衡，所以狐假虎威，想得到咱们更多的重视。他毕竟是爹您的亲生女儿，咱们不能真的和他计较啊。是啊，老爷，那个苏月莹，她也只是想引起我们苏家的重视而已，要不然她也不会倾家荡产的请几个民工来狐假虎威呀。他现在是新科状元，也是咱们苏家的状元。他现在最需要什么？最需要的就是咱们苏家的钱财给他铺路。他现在心里肯定想着，让咱们苏家给他一个台阶下，获得我们的原谅。那咱们苏家索性就给他一个台阶下。他想取得咱们苏家的原谅，咱们苏家也可以借他状元的身份去打通商路。届时，其他商会肯定会以我们苏家马首是瞻的。咱们苏家也可以借他状元的身份去打通商路，届时其他商会肯定会以我们苏家马首是瞻的。好，既然是双赢的话，那咱们就给他一个台阶下。不过这回可没有这么容易，他必须在京城的龙凤楼宴请咱们苏家，他还必须当着众人的面给咱们下跪道歉，若不然他就别想再融入苏家。若是没了咱们苏家的帮忙，他就等着在朝堂上任人宰割吧。而且他这个推人下水的杀人犯，必定会得到侍郎一家的报应，他就等死吧。哎，对呀，后天就是咱们家婉熙20岁桃李宴了，到时候让苏月莹借着道歉的机会，让他在龙凤楼办了，正好可以给我们家婉熙下跪道歉。啊，龙凤楼，那可是皇城最好的酒楼了，我的桃李宴要是能在那里办就太好了。但是我这个要求会不会太过分了呀？毕竟那是皇城最好的酒楼，办一场桃李宴要用不少银两的。姐姐出身低微穷苦，要不然我就在家吃顿便饭就算了。哎呦，我的乖女儿，这怎么行啊？那是你的桃李宴，一辈子只有一回，马虎不得。就是，这怎么能马虎呢？要不然让苏月莹去借，要是一场桃李宴他都没钱办的话，那以后怎么能融入我们苏家呢？啊，对，大不了让他去借。后天咱们一定在龙凤楼漂漂亮亮办他个桃李宴。谢谢爹。景然，马上去联系苏月莹，就说这是他最后一次求得咱们苏家人原谅的机会。
这个苏云要是知道咱们家给他最后一次求他原谅的机会，还不得乐开了花？这呀，也就是咱爹善良。这要按我的性格，敢忤逆我们苏家，我早就置他于死地，彻底封杀在皇城之内。哎，我突然想起来，咱去哪儿联系他呀？那丫头曾经在乡下私塾求学，如今高中状元，肯定会回去答谢夫子炫耀你。所以，我们只要将信寄到乡下私塾便可。好，就依你，这件事情交你去办。他要是知道还能求得一次咱们苏家人原谅的机会，他做梦都会乐开花的。下官参见王爷，参见夫人，参见顾将军。狄大人，勿需多礼。哦，对了，岳阳，这就是我跟你提的断案神探狄公，颇受陛下赏识啊。月莹见过狄大人，不愧是才女，一身才气，老夫经常听陛下提醒。狄大人，请。狄大人，昨日让你查的可有什么线索？下官正是为此事而来。经下官调查，当日有2名小怪是亲眼看见苏婉熙将李月禅推下水中，诬陷苏状元。这是2名摊贩的证词。混账东西！此女罪无可赦，将人推下水也就算了，还有诬陷李月莹，害得月莹坐了几个月的大牢，受尽欺辱。还有苏家那些人一直包庇苏婉熙，咱们家月莹说什么都是错的，到时候最少也要定他们个包庇之罪。大人，大理寺已经另办侦查，即日还给苏状元一个清白。放心吧，女儿，很快就能还你清白了。那苏婉熙注定会被绳之以法。对了，女儿，今天想去哪玩呀？娘陪你出去转转。娘，女儿在乡下私塾受夫子恩业，如今女儿高中状元，我想下乡回礼，而且过几日就是夫子的60大寿了，女儿想着在龙凤楼给夫子办一个花甲宴，娘觉得如何？好，都依你。小姐，这田家村也太远了吧，真不敢想，你以前竟然每天都从京城跑来这里求学。好了，你在这里等着，我进去找夫子。哎呀，你看你还买什么东西？哎，我自己来。我来。好。好啊，姑娘。自从你一进了私塾，老夫啊就见你聪慧伶俐。不过如今竟能高中状元，还是出乎了老夫的预料啊！承蒙夫子授业，往日若非夫子屡次宽限学费，平日里又常常供我吃食，月莹安能有今日？哎呀，你看，客气了，客气了。老夫平生能有你这么一个学生啊，那老夫在这世上也没白活这一遭啊！夫子，后日便是您的生辰，我想在城中的龙凤楼帮您办一场花甲宴，您觉得如何？哎呀，你看客气。夫子，这都是学生的一片心意，您就不要再推辞了。好，那老夫就全听你这丫头的。好，小姐，刚才外边苏家来人了，说让我把这封信交给小姐。岳阳，后日便是婉熙20岁桃李宴，你在龙凤楼宴请苏家众人，下跪示好。切记，这是你请求苏家原谅的最后一次机会，也是我最后一次帮你。真是有病！这谁的信啊？惹了我们这大状元的生气啊？没什么，一群无关紧要的人罢了。夫子，后日月莹亲自来接您，还有我的哥哥也会来给您祝寿。好啊，好，
苏老爷，你们是苏状元的家人吧？在下本店掌柜，有什么需要请吩咐，请，快请。哎呦，不愧是苏家呀，这桃李宴竟然选在了龙凤楼。是哈，据说这龙凤楼可是不少达官显贵都吃不起，还得是苏家呀。哎呦，好羡慕婉熙啊，竟然能来这龙凤楼办桃李宴，这里面一瓶女儿红就要上百两银子呢。是啊，婉熙不仅取得了本次科举第10名的成绩，家里还那么有钱，这次能来这龙凤楼，真是沾了婉熙的光了。区区龙凤楼而已，我苏家可是京都的权贵，就算是我想要星星月亮，我爹和我哥哥们也会想办法摘给我的。苏月莹，就算你是当朝状元又怎么样，还不得乖乖的办这场桃李宴来讨好我苏家？到时候我一定要让你跪在我面前，狠狠的磕10个响头。看来这次当真如景然所说的那样，这个苏月莹就是想要得到咱们的关注和重视，然后再问咱们要个台阶下。父亲，这龙凤楼啊是京城最好的酒，摆这个宴席怎么得上万两银子吧？这苏月莹啊，肯定是借着状元的身份借了不老少钱呢。这次苏月莹年月借钱要给婉熙办宴，看来是真的决定要给我们道歉了。他这点伎俩早就被我看出来了，这不任由他之前想如何出威风，这不还是得乖乖的办这场宴会来请求咱们的原谅。这场宴会啊，估计已经快让他破产。可就算如此，他待会儿要不跪下了给我们好好磕头道歉，我也绝对不会简单的原谅他。哎，老三，这不是应该的吗？要怪就怪这苏月莹啊，不计后果的抬高自己身份，用这些卑劣的伎俩讨咱们老苏家不开心呢。对，就算他给婉熙定下了这龙凤楼的宴席，咱们苏家也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咱们得让他知道，我苏家的大门可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老爷，他苏月莹好歹是我们苏家人，差不多就得了。到时候啊，让他给我们婉熙下跪敬酒，当着全宾客人的面磕个头就好了呀！啊，爹娘哥哥们，主位专门给你们留的，你们快入座吧。哎，走。诸位我苏家的贵客，请随意落座。今天是我苏婉熙的桃李宴，大家随意吃随意喝，所有的银两都由我苏婉熙来出。好，哎呀，那就多谢苏小姐了。我等先敬苏小姐一杯。来，坐，快！爹，姐怎么还不来呀？是不是根本就不想参加我的桃李宴，不想给咱们苏家人道歉啊？他敢，他反了他了。他今天要是不来，以后就别想再进咱们苏家。夫子，您慢点啊！好，小心别摔着。哎呀，你这丫头总是那么懂事。老夫要是有你这么个聪慧伶俐的丫头，那该多好啊！夫子啊，若是您愿意，我可以给您当干女儿。那多好啊！不过咱们先参加完这次宴会吧。我特地请京城的书法大家为夫子写了一幅字做寿礼呢。快走。好。爹，你看这都什么时辰了？他要是再不来，就要耽误我的桃李宴了。这个苏月莹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一边向咱们苏家示好请求原谅，一边还要在这摆架子玩伎俩。妹妹，别生气啊！等会来了，要是不下跪给你道歉，你看我怎么收拾他！苏老爷、苏小姐、苏公子，在下敬酒一杯，来。哎，那怎么有块红布呀？走，去看看。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花甲宴。这怎么回事？这不是苏小姐的桃李宴吗？怎么变成花甲宴了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才20岁，随便开办花甲宴是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想咒我早点死？换照，这个义女，我原以为她会痛改前非，
还给了他一次机会，没想到他这么样如此的执迷不悟，他是想气死我吗？我刚才就是在救我，快把他这些破东西全都给他撕了！住手！住手！将军，你要干什么？这是惋惜的桃李宴，你挂上花甲宴的字画干什么？啊，你要搞砸这个宴会吗？苏月爷，你到底安的什么奸？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为你争取最后一次被苏家原谅的机会？你怎会如此不知好歹？你是想气死爹娘吗？月莹啊，娘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尽管来找娘好了。惋惜她是无辜的呀。够了，我不想再和你们纠缠了。这幅字画是我专门请著名的书法大家为夫子写的，是我送夫子的寿礼。休要胡闹，赶紧下来！这是我专门求爹找的宫廷书法大家写的，绝不能让他毁了。送礼？你用这样一幅字画来恶心我，还想让我还给你？那我今天就偏要给你毁了！不要！啊！苏惋惜的混蛋，你知不知道这幅字画意义非凡？你住口！混账东西！协替让你办桃李宴，你看你办的这是什么？啊！你想气死我吗？就是一个破字画，竟出现在惋惜的桃李宴上，我看了就恶心。妹妹，撕得好。说你是个狗东西，你还真是个狗东西。这样啊，你先立马跪下，给我惋惜妹妹道歉，不然的话，你休想再回苏家。苏月莹，你搞砸了我的宴会，我现在就要你给我跪下，给我道歉。你的宴会？刘掌柜，告诉他们，到底是谁的宴会？这是舒状元为夫子办的60岁花甲宴。夫子的花甲宴，夫子的花甲宴，我分明信上写的是让你筹备惋惜20岁的桃李宴，你难道没有看见吗？我在状元宴的时候就同你们说过了，我与苏家再无瓜葛，我还为你筹办宴会，我是脑子有病吗？这是我为我的寿爷恩师筹办的花甲宴，现在是你们不请自，倒真是不要脸！逆女，简直就是逆女！看你就是想让我们难看。月莹，你这样做实在是太过分了。今天是惋惜的宴会，你这样做会让惋惜不开心的。你这个做姐姐的，就连这点度量都没有吗？你们也说了，是他不开心，我与你们苏家再无关系，他不开心与我何干？再说了，这是我为我的恩师筹办的宴会，现在你们搞砸了我的宴会，就不怕我不开心吗？苏月爷，你到底闹够了没有？你不就是想得到我们苏家的重视吗？不就是想回到苏家之后得到我们的宠爱吗？一而再，再而三，这样的伎俩让人恶心。这样的伎俩让人恶心。得到你们的宠爱，苏静然，你到底是哪儿来的自信啊？我劝你还是早点找个郎中看看吧。爹，你看他，我不管，你搞砸了我的宴会，我就要你给我道歉，我要你现在立马给我下跪道歉。对，你弄得惋惜不开心，害得他在亲戚朋友面前丢脸，就该跪下磕头道歉。对，月莹啊，你看惋惜他一向乖巧听话，你今天这样把他弄得不开心了。不过你现在要是马上下跪给他磕头道个歉，说不定马上就好了。何乐而不为呢？我最后说一遍，他不开心与我无关，她是你们的宝贝养女，可我不认这个妹妹。那要是我偏让你下跪，那要是我偏不跪呢？可我不认这个妹妹。那要是我偏让你下跪，那要是我偏不跪呢？逆女，还真是个逆女！我好声好气的跟你说不行，偏要我给你来硬的是吧？你以为我苏家就治不了你吗？父亲，别生气啊！苏月莹，你刚回我们苏家3年，可能不知道我们苏家在京都的实力。我来跟你好好说说，我们苏家乃京都皇上隶属皇城商会，拥有财富无数啊，上到3品大官，下到官府小吏，都会给我们苏家3分薄面。皇城商会会长曾言，我们苏家会成为将来京都第1商户。仗着自己一个区区的状元，竟敢跟我苏家抗衡，你还差得远呢，还不赶紧跪下道歉！皇城商会，这个呀是代表皇城商会继承人的玉佩，只此玉佩，以后你便可继承商会的一切财富。既隶属皇城商会，
那你们可识得此物？皇城玉佩，既隶属皇城商会，那你们可识得此物？皇城玉佩，代表皇城商会的掌舵人和继承皇城商会财富的皇城玉佩，你怎么会？难道你是皇城商会的继承人？没错，我便是皇城商会的继承人。我天啊！我曾经见过皇城商会的玉佩，不会错的，就是长这个样子。早就听说皇城商会会长神出鬼没，隐于世俗，不会就是这个小姑娘吧？父亲，皇城商会的女社长，只管京都八大商会啊，拥有半座国库啊，就连丞相也对他们巴结得很呐。他要真是会长，我们苏家就要破产了。据说陛下的确对当今的状元非常赏识，这龙颜月下若是真要把这个玉佩赏给了这个逆女，也不是没有可能。父亲，我们苏家连皇城商会的半根毛都不如啊！他要真是会长，我们苏家就完了。不，他怎么可能是皇城商会的会长？他高中女状元也就罢了，现在还要再骑在我头上吗？凭什么？逆女，官娘，你现在想要怎么样？苏员外，我不再是你的女儿了，请你注意称呼。还有，我并不想怎样，我只是想让你们赶紧滚出龙凤楼，别再碍我和夫子的眼。好，我们滚，我们滚。这是别被他骗了，那玉佩是假的。别被他骗了，那玉佩是假的。钱通哥，钱通哥，哎，那不是将军府的副将军钱通吗？据说他是苏婉熙的未婚夫啊。虽说只是副将，可足以让苏家在这京城横着走。看来苏家这是要飞黄腾达了呀！钱将军，假的。哎呀，你可算是来了。不过您刚才说是假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钱将军，我之前见过玉佩，的确是长这个样子，怎会有假？这玉佩，骗骗普通人还行，想骗本将军，还是嫩的。这话什么意思？你凭什么说我的玉佩是假的？钱通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据本将军所知，皇朝商会的掌舵人乃是一位王爷的夫人，也是当朝的一品诰命夫人。虽然我不知道这夫人究竟是谁，但这玉佩肯定不是你手里的这一块。一位王爷的夫人，哦，原来你这玉佩是伪造的。原来你这玉佩是伪造的。你又怎知这位王爷的夫人不会将玉佩传给我呢？他不传给自己的孩子，难道会传给你吗？你的意思是，你爹是当朝王爷，你娘是一品诰命夫人？钱通哥，刚刚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他是真的呢，结果呀是伪造的。苏月阳，你为了抬高自己，竟然故意伪造玉佩，这样的伎俩还真让人恶心。不管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反正我告诉你，我这玉佩就是真的。还在装，真是可悲。婉熙啊，之前你给我说过这个人是有多么的不堪，我还不信。如此看来，比你说的还要不堪。这种人杀害了侍郎千金，就不足为奇了。是啊，什么？他就是杀害侍郎千金李月婵的凶手。当朝状元，心肠竟然如此歹毒，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呀！月莹，你夫子，不是我。杀人凶手不是我，是苏婉熙。我这有证据。我这有证据。月莹，你手里的是证据？不错，当时池塘边有2名小贩正好路过，撞见了这一幕，这就是他们的证词。证词上写的是，当时苏婉熙和李月婵发生了口角，苏婉熙一气之下狠心将李月婵推下了水。是我当时正好路将李月婵救了上来，只不过李月婵身子虚弱，时间你们若是不信，可自己看。
我告诉你，你以后离乾隆哥远一点。等我回去告诉我爹，有你们好看的。不许告诉你爹。这边。来人呐！快！爹，婉熙，你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假的，这证词一定是假的。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是真是假，你心里最不信。连证词都有了，原来先前真是苏婉熙污蔑的苏月莹啊！哎呀，这个苏婉熙，表面看着乖巧，可竟是一副蛇蝎心肠。可笑苏家还帮着苏婉熙将苏月莹送入大牢，这可真是真狠呀！乾隆，你一定要帮我，你一定要帮我！放心，交给我。不要被他骗了。大家想一想，他连皇朝商会的玉佩都能伪造，何况这小小证词呢？对，伪造，这一定是伪造。找几个几行字儿，再按个手印，这又有何难？一定是伪造的。对呀，我们家婉熙从小就乖巧听话，这种推人下水的事儿，她怎么干得出来呢？啊，这一定是伪造。伪造的，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这上面是不是有大理寺的官印？这又如何伪造？官印，还真是官印。钱将军，乾隆，你竟敢撕毁证词！大理寺的官印都敢伪造，凭什么这么说？凭我是将军府的副将。你连大理寺的官印都敢伪造，凭什么这么说？凭我是将军府的副将。你什么你？你不过区区一个状，本朝哪年不出一两个状元？可在朝廷之上，大多数连七品都混不到，而我是军功加薪的4品副将。你在我面前宛如蝼蚁。幸亏钱通哥是将军府的副将，只要钱通哥动用人脉，定能将此事压下去。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苏月莹永远闭上嘴。钱通哥，下个月咱们就要大婚了，这个人屡次三番的跟我过不去。交给我，把他抓起来！放开我！你，伯父，此人我已经抓起来了，剩下的就交给你了。请钱将军放心，我这个逆女品行不端，今日定要好好教训才是。我这个逆女品行不端，今日定要好好教训才是。你们这么做，就不怕官府的人吗？嘿，你个老东，那官府厉害，还是我钱通哥厉害呀？混账！你先是带外人对付我苏家，然后再把杀人的罪责推给婉熙的身上。你这种见不得人的伎俩，今天我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人家都还以为我苏家是个软柿子，谁都可以过来能够踩成一脚，把他给我压住了。今天定会让你好看。月莹，你赶紧给爹道歉，不然待会儿真的会被打死的。哎，老爷，行，这月莹好歹是我们苏家的女儿，就打断她双腿双脚，差不多得了啊！你们竟敢动用私刑，你们眼里还有王法吗？还敢怎样？今天我定让你好看！个臭丫头！喂！别动手，别动手啊！咱们都是读书人，有什么话就不能好好说吗？你个老不死的，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护着他了？你算个什么东西？
苏月莹品行如此不端，我看就是你这个当老师的。往日私塾课堂上定是没教过他什么好东西。笨好，月莹还是个品德优良的学生，四书五经、礼仪廉耻都在心里头，他绝对不会做出那种出格的事儿啊。好学生，那他居然还敢和爹娘作对，还敢屡次三番对我这个妹妹不敬。你等我收拾完了他，待会儿你也跑不了。苏婉熙，你住手，别碰夫子！哎呀，你还有空关心别人呢？看来你们师徒情深啊。那好，那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来教训一下这个老不死，让你看看我们苏家人的厉害。天空哥，你就当是为了我，你来动手怎么样？好，我来动手。夫子，你教出来的学生不孝、杀人、伪造，你就该受到惩罚。哎！谁敢动手？谁敢动手？你没事吧，妹妹？哥，快去吧。我没事。哎呦，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顾月莹的养兄啊！一个将军府的下人，在状元宴上狐假虎威一次还不够，还要到龙凤楼再演一场吗？你们顾家的家底我已经调查得清清楚楚了，在乡下住了那么多年，时常连鸡蛋都吃不起，还要去蹭饭吃，最卑微不过的一家子。你觉得我们苏家会怕你吗？月莹啊，你还是让你干哥哥赶紧走吧，一会儿啊你自己吃苦也就算了，难不成还拉着你干哥哥一起受苦啊？大将军可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啊！哥，还好你来了，要不刚刚夫子……放心吧，哥来了，没人敢再动你。还在演一副大人物的模样，一个将军府的下人。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你们将军府的副将军。你信不信他一句话就能让你从将军府滚蛋？别说了，钱通哥，我跟你说，这个人叫顾慎行，也是你们将军府，只不过呀，他就是一个臭打杂的。哎，但是钱通哥，你贵为副将军，你肯定记不得这样一个臭杂役。但就是这样一个臭杂役，上次竟然搞砸了我的状元宴，还带着几个人把我们苏家全赶了出去。钱通哥，你待会儿一定要帮我好好教训他。钱通，你是要教训我吗？钱通，你是要教训我吗？哎，钱将军，您这是为何？钱通哥，你跟一个下人下跪干什么呀？走开！苏月莹，顾慎行，你们是不是又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伎俩？钱将军要是生气了，信不信让你们顾家血流成河？钱将军，没想到你往日在外面这么威风，还能让我顾家血流成河。不是，顾慎行，你对我们苏家出言不逊也就算了，竟然还敢对钱将军不敬，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了杀头的死罪？相公，啊，你惹了钱将军，你就是有了取死之道。你这样，赶紧跪下来啊，磕头认罪。哥，你觉得就算他们下跪了，钱将军能饶得了他们吗？钱东哥，你快起来呀，快治他们死罪，快呀！该死啊，该死！没想到将军府的天策上将军，竟然是苏月莹的养兄啊！都怪这个贱女人！钱将军，你竟敢跟外人合伙欺负我妹妹，可知罪！可知罪！个卑贱的家伙，你怎么跟钱将军说话呢？啊！钱将军，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你干嘛打我女儿？你难道该打的不是顾慎行吗？你们这才死吗？赶紧跪下道歉！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你大人有大量，请求饶恕。二哥啊，钱将军怎么感觉很怕顾慎行的样？我怎么知道啊？啊，这钱将军是将军府的副将军，他怎么会和苏阿姨道歉呢？
乾通哥，你怎么能向一个下人求饶啊？我让你下跪道歉，非什么话？我偏不！我是堂堂苏家大小姐，他们是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让我下跪？我告诉你有什么资格？因为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江景府的天策上将军。什么？天策上将军？什么？他是将军府的天策上将军，是你的顶头上司？这不可能！你的干哥哥，竟然是被手眼通天的大人物。王熙，你之前不是调查过吗？啊，说了个姓顾的，就是在将军府打架的下人，他怎么成了天策上将军了？假的，一定是假的！苏月莹这个贱人，她高中女状元也就算了，人类出身也要比我好，凭什么？是啊，又是什么骗人的伎俩？他要是天策上将军，那为什么向将军府打杂当下人呢？还有那个顾家啊，为什么住在乡下？他也可柴为生的啊！当然的。我哥平日不喜猜拳，常常便装出行将军府，更是与将士们同甘共苦，所以才会被不明原因的人当作下人。至于我爹娘，我爹乃是当朝王爷，只不过喜欢隐居山野或闲园野鹤的意思；而我娘乃是皇城商会的会长，住在乡下，也只不过是为了陪我爹而已。是你们眼瞎嘴贱，说他们是山下贱女，他们乃是全天下最尊贵的人，是大前的皇室。他们乃是全天下最尊贵的人，是大前的皇室。那个樵夫居然是王爷，你的养母竟然是皇朝商会的会长。原来，刚才那不是游戏，原来苏月莹真的是有能将苏家置于死地的能力。顾慎行真的是个大人物，是我错了。来，苏月莹，不想回苏家，你不想请求咱们老苏家来呀？乾通哥，你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将军。我让你下！你这个有眼无珠的东西！上将军战功赫赫，我在他面前连个屁都不是。没错，你们所有人先都连个屁都不是。至于我妹妹，自然是当朝王爷之女。你们胆敢欺辱王爷之女，尔等可知罪？什么？竟然抢了王爷的女儿！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连出身也要比我好？等等，苏月莹的养母是皇城商会的会长，那也就是说，刚才那块玉佩是真的？是真的，皇城商会的会长玉佩是真的。完了，完了。没错，你们确实要完了。我娘已经将皇城商会交给了月影，现在的月影拥有半座国库，富可敌国。你们苏家引以为傲的那点钱财，在我妹妹眼中，连她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妹妹，先前这些人如何欺辱你的，你现在可以百倍讨回来。他们在我面前不过是砧板上的鱼肉。我要将苏家踢出皇城商会，提命世代不可在京都从商。砍出皇城！不，女儿，你不能对我这么狠心的。月莹啊，你是不是太过分了？若你将苏家赶出皇城商会，那我们苏家定会倾家荡产的。和我有什么关系？你快起，快求你姐姐，快起来呀！哎呦！姐，我错了，我求你这次放过苏家吧。放过苏家？当初你们把我送进牢里，饱受欺凌，险些死在里面的时候，有想过放过我吗？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别叫我这个姐姐，我没有你这么个妹妹。还有你们，我本来想着
我和苏家断绝关系就算了，可你们却不依不饶，破坏了我为夫子准备的宴会，还要欺辱我的授业恩师，你们就是一群混蛋！还有你，仗势欺人，替这个副将军添下好大的威风。将军，苏小姐，我都是被这个贱人蒙骗了。将军，我早知道苏小姐是你妹妹，我把妹妹离我妹妹远点。念你往日有点战功的份上，我平日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可你怎敢欺负我妹妹？滚回府里，我与你新账旧账一起算。滚！是。谁是苏婉熙？你们找我女儿干什么呀？经大理寺查证，苏婉熙蓄意杀人，将李月婵推下祠堂，险些致死，罪无可赦，特来将其伏法。大人，她便是苏婉熙。真是苏婉熙？小小年纪，蛇蝎心肠，我看你是一点不惋惜呀！来人，拿下！不是我，我没有要故意杀人，我没有杀人。本官已经调查得清清楚楚，你花银子收买那2个小贩，想他包庇你的罪行，没想到吧？本官已经撬开了他们的嘴，你真是罪无可赦。我不想坐牢，爹，你不要妈妈救救我！你不要妈妈救救我！哎呀，狄大人，我是苏之前拜访过您的，您看小女是不是？所以，你包庇罪女，陷害当朝状元，你也跑不了。你们苏家所有人都为同犯，押回大理寺候审。怎么？还要请你去吗？不，还不快走！姐，娘啊，我求求你，娘啊，你救我！几乎就是当初领养了你。无土。二哥，就是个骚心，不是你，苏家怎么会这样？三哥，我求你了，三哥。为什么？我不是你最爱我吗？苏月英，都怪你，是你毁了我的一切，我要你死！终于小心！终于小心！还不拿下！顾大人，苏状元，此人罪大恶极，我将押回大理寺候审。告辞，听牢了，带走。妹妹，咱们回家。回老爷子小姐的话，那苏婉熙杀人证据确凿，今儿一早已经被推往菜市口斩首，还有苏家一众人判有包庇罪、污蔑罪，接受牢狱之灾。总算给我女儿出了口恶气。没错，苏家这群人呐，真是罪有应得，放着月莹这样的好女儿不要，非要苏婉熙那样的一个养女。听说苏家人在牢里疯的疯，傻的傻，还经常会叫月莹的名字呢。就让苏家他们后悔去吧，让他们自生自灭。活该他们。爹，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为什么你们说把财产都给妹妹了，那我一分不给呀？